他诞生了一个年仅20岁的战神，他留下了封狼居胥的传奇。他是明犯强悍者虽远必诛的真实展现，他就是河西战役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公元前123年，长达2年的汉匈河南之战结束。从全局角度看，河南之战并没有对匈奴有生力量造成致命打击，双方还是势均力敌。这种平衡的局面并不是汉武帝所希望看到的。对比双方实力，汉匈暂时都无法完全吃掉对手，下一步该如何部署，汉武帝颇为踌躇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匈奴占据北方草原，辽西虽有匈奴人的存在，但是辽西也就是界选之极，未对汉帝国造成多大的威胁。况且匈奴人在辽西数量并不多，打辽西的匈奴显然并不划算。经过多次的开会研究，汉武帝决定大军西进，攻敌河西，灭其右翼，彻底解决匈奴对汉帝国西面的军事威胁。如果顺利，汉武帝准备在河西走廊设立若干郡，以便强化汉帝国对此地的控制。河西是甘肃西北部狭长堆积平原，位于祁连山以东、河狸山以西、乌烧岭以北，长约1000公里，宽数公里至近200公里，为南北走向的长条堆积平原，亦称河西走廊。汉武帝明白这次出击将与以往大大不同，河西之地多山地、丘陵，这种地形作战对军队机动性与耐力要求都非常高，装备兵力都必须要高配置才行。兵士将从各将军手下选拔，百里挑一，身强体健，臂力过人，弓马娴熟。武器配备西汉新研制的劲弩、金刚枪、刀等，而统兵大将更是关键。老将皆不在选择内，他们太过老成，大将军卫青也不太合适。他虽然稳重，但缺乏锐气。汉武帝考虑再三，决定启用年轻的霍去病。这是一次相当大胆的决策，这种决策风险与挑战并存，也只有汉武帝这种明于军事、果敢决断的帝王才能下这种决心。元寿2年，即公元前121年春，霍去病奉命率精骑3万出龙溪郡，渡临津关，越祁连山，经大豆拔谷，入河西走廊。进入河西后，汉军采取穿插分割的战术，仅仅6天便在胭脂山将匈奴5部落逐个包围歼灭。在战斗中，派来监军的单于王子也差点被汉军擒住。转战匈奴各处时，除去军队必须的粮草补给外，霍去病严格约束部下，禁止滥杀无辜，严禁烧杀抢掠。此举使得汉军可以快速地推进转移，减少不必要的拖延与阻力。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一路乘风破浪，最后在高兰山与匈奴卢侯王、舌兰王相遇，双方爆发了一场生死大战。年迈的卢侯王、舌兰王久处河西，此前匈奴人与汉帝国的数次战争，单于并没有让他们参战，也许是伊稚斜单于觉得没有必要。一是河西防守需要，二是北部匈奴军队能应付汉军。这次汉军深入河西之后，不断有战报送来，接连的惨败令两王愤怒至极，也令他们难以理解，千里奔袭真的是汉军所擅长的吗？他们的战斗力能有多强？但想要了解对手，只有与其正面较量才是最直接的方式。卢侯王、舌兰王决定在战场上好好教训教训汉军。双方在高兰山下摆开阵势，卢侯王、舌兰王远望发现汉军大旗下一位年轻将军坐于骏马之上，英姿飒爽。放眼汉军士兵，队列整齐，盔明甲亮，再看脸庞，多是年轻面庞，看似与新兵无异。两王心生轻蔑，决意给汉军上堂课，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草原上的霸主。匈奴人首先发动进攻，卢侯王精骑1万人，旋风般杀将过来。面对匈奴铁骑飞速逼近，汉军骑兵突然分开，从缝隙中冲出数千骑兵，每人手持新式汉弩，向匈奴人倾泻着箭雨。匈奴骑兵一排排倒下，但仍然不断向前。霍去病再令枪骑兵冲锋，1万骑兵手握金刚长枪，密集冲锋，正面冲击匈奴人。匈奴人挥舞弯刀想砍杀汉军，奈何刀短枪长，汉军优势巨大。卢侯王的军队很快损失了一半。舌兰王见势不妙，下令手下2万铁骑火速支援，
汉军枪骑兵很快被匈奴人包围。霍去病发现战场上形势的变化，下令后续部队出击。令旗挥舞，汉军队伍中又冲出1万精骑，他们手握1米多长的环手刀，银光闪闪，眨眼间就冲进了混乱的战场。阵中数万人绞杀在一起，刀枪碰撞，生命不断流逝，鲜血已染红了草甸。战斗持续1天，此战汉军大胜，虽折损7000骑兵，但斩敌近9000人。匈奴卢侯王、蛇兰王战死，浑邪王子及相国、都尉都被俘，屠修王的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。第一次河西之战，霍去病大胜而归。汉军取得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，为了保证作战的突然性，稍事休息。于元寿2年夏，汉武帝命令霍去病第2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，并派河齐侯公孙敖随同出征，发起第2次河西之战。元寿2年，即公元前121年夏，霍去病率军5万出北地郡，公孙敖出陇西，计划2路在预定地点合兵一处向西推进。但公孙敖身为一员老将，居然迷失了方向，在预定时间里未能与霍去病军团会合，自己一支孤军前进还是撤退？年仅20岁的统军大将霍去病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，继续向计划方向前进。万马奔腾辽阔的草原上，霍去病率军疾驰，如飓风般席卷着草原。汉军战士身着威武战甲，军旗猎猎，迎风招展。草原上一股黑色铁流奔向远方，霍去病采取大纵深至外线迂回的战略，设军事，寄居延，经小月支，再由西北转向东南，迅速占领了匈奴的祁连城，与浑邪王大战于祁连山。匈奴人失败溃逃，霍去病趁机乘胜追击，斩敌3万人，俘虏匈奴武王、武王母、单于燕氏、王子共59人，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共计63人。至此，河西走廊地区正式收入西汉王朝囊中。匈奴为此悲歌：失我祁连山，使我6处不翻稀；失我燕之山，使我价富无颜色。一句匈奴未灭，何以为家，让无数人为之动容；一句名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，让多少后世人读来心潮澎湃，肃然起敬。汉朝确实是一个敢于开疆拓土的年代，也是一个强硬的朝代，更是一个十分具有远见卓识的朝代。在那时有着许多名将，例如霍去病、卫青，还有因为同朝为官的名将太多而难以被封赏的飞将军李广等等。年仅21岁的霍去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当时他率兵直入匈奴腹地，将匈奴打得节节败退，只能远遁，连漠南都不能再看见匈奴的王庭。他留下了封狼居胥的千古佳话，也成为后朝武将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最高荣誉。河西之战上承河南之战，下接漠北之战，将汉帝国对匈奴的战果进一步扩大，减除了匈奴人对帝国西部的威胁。河西走廊千里沃野，同河套平原一样，它既有广阔的草场，繁养军马，又能开垦农田，储备战略物资。得河西走廊使汉帝国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，为后世汉帝国经营西域、扬汉威、促进东西方交流都具有重大意义。而霍去病无疑是匈奴人的噩梦，这个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如果觉得视频不错，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。咱们下期再见。